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OP15 也是突然就全卡表了哈，那么国际惯例依然是带大家好好梳理一下 OP15 的重点单卡，但是因为这次 OP15 给我的体系感呢特别的重，就比以往的几弹对于多数领袖的补强上来说要少上那么很多，所以咱们这次主要是围绕着这次6名新领袖带来的各自新体系进行剖析，来解构一下这次的 OP15， 所以会有大部分的非核心重点单卡只是被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带过了，核心还是去聊聊我认为他们对于环境的影响。当然因为还没有实际测试，也都只是我的脑补推测，所以跟之后的实际情况大概率会有分歧的地方，但是我也只是想把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为大家理解这个新环境提供一些思路。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友好讨论哈，有什么话直接大大方方说就行。行，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首先说个特殊的，这次 OP15 给每个颜色都出了一张泛用的防离场2000边，每个颜色都有，统一的是1费2000边2000攻，然后都是原本力量不高于7000的角色离场时发动，只不过每个颜色都更符合自己的颜色特点，对有些卡组应该能有不小的帮助。因为首先是都可以保自己，然后又都没有一回一次，所以基本就相当于断掉了对面结场的念想，属于实用泛用2000边的补充。之后有非常依赖场面的小人卡组可以优先考虑。通用卡说完，咱们开始聊领袖，还是先给出我认为的这6名领袖对环境影响的一个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黄路飞大于红绿克里克，大于紫艾尼路，大于红蓝露西，大于绿黑布鲁克，大于蓝雷贝卡。然后咱们从低到高的聊聊为什么会这么排序哈。首当其冲蓝色雷贝卡，一效果此领袖无法攻击，二效果启动主要可以将此领袖转为休息状态，将我方一张拥有德雷斯罗萨特征的角色放回其持有者的手牌中，将我方手牌中最多一张费用为3且拥有德雷斯罗萨特征的角色卡牌登场。纯蓝单色5000头不能攻击啊，这3条放一块首先就印着低人一等，咱就不能04的雷贝卡就要退标了，给人家再接一个蓝黑头吗？就这个纯蓝咋想的，非要把原来的黑色德岛都退了是吧？蓝黑乌索普表示逼了狗了，然后就是牺牲了双色，牺牲了攻击，换来的领袖技能也完全不能说厉害，因为3费你的上限就已经锁住了，最大就是个5000人了，人家4费好歹还出过个带负面效果的7000人，我当时以为这次蓝色也会出个超模的3费人，结果大失所望。最厉害的就是自己这个3费5000的爹了啊，其他的3费人吧，一个赛一个的菜，都放出来给大家吐槽吐槽。咱就简单对比一下以往的那些不能攻击的超普领袖，对吧？贝加朋克和冰山都是拉5，白星不但双色，甚至最高能拉10，就唯独雷贝卡只能拉个3，还不是直接就能发动，要个场面。最好肯定是用自己的这些1费检索嘛，用检索就相当于是1费发的领袖技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相当于得用其他的触发，也就是说雷贝卡的领袖技能其实是个1费起的效果，咱再对比刚才那几个啊，又是一重爆炸。所以总体而言，我看不到雷贝卡任何能玩的点，只剩下长得好看白白养眼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这次德雷斯罗萨体系出了2个领袖，所以雷贝卡也更偏向于是红蓝露西的附属品出现，为萨博提供了2个检索，然后就踏实在牌本里看画就完了。下一个吐槽绿黑布鲁克啊，一效果规则上我方卡组变为0的场合，我方不会败北，而是我方卡组变为0张的回合结束时败北。二效果启动主要每回一次，将我方卡组最上方的4张卡牌放置到废弃区，之后我方卡组为0张的场合，将我方最多一张角色转为活跃状态。在公布官方 QA 之前，大家还在琢磨，这个不死流布鲁克一定能有说法，然后 QA 一出，这个规则上是个限定技啊，用一次就没了，那这个布鲁克在卡组堆完钱岂不是个白板头啊，就完全没有效果啊？官方的回答是是的，那头不行，咱们看看体系吧。能看出来官方还是希望布鲁克还是走本家的草帽体系为主，给他出的2张 SR， 一个6费的本体布鲁克，一个8费的拉人娜美都很强。先说个题外话，就是这个6费布鲁克我觉得给绿紫路飞用也很强，前置6路飞的情况下斩杀线会提高特别多，之后我应该会投入试试。然后说回来，8娜美和6费布鲁克也将是这套卡组的绝对核心，唯一问题就是娜美叫娜美不能被1费娜美检索，所以基本上只能靠新给的这张乔巴再
加上大量堆木去找这个娜美了。然后进攻终端也就是这张7费的路飞了，其他的卡都是为了去凑到这几张卡而努力的了，通过前面的堆木凑齐自己的场面，然后最后一回合利用绿色的超高过墙能力以及场面上的堆叠，依靠路飞打一大堆角拿下比赛。大体思路我感觉应该是这样，但是这就衍生出了我认为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一个是头的操作难度比较高，就是虽然你排库空的那个回合大概率能打死人，但是你怎么样精准的控制到你想要它空的回合空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布鲁克加王者系你就已经10倍没了，多1费你都不富裕，哪怕你卡组就剩1张，你领袖技能也开不出来。所以对方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卡组数量决定快打还是慢打，场面和资源怎么规划，很有可能把你技能直接憋死。然后就是布鲁克的斩杀太好算了，你就那么些个东西，你要干什么也都是极其公式化的，也就是可以预见性的。资源多的领袖比如伊姆艾斯啥的还真就不怕你的这几条斩杀，我就立3个墙留俩洞，你想杀我你就必须布鲁克加王者系全用了，那就是你场面多大斩杀就多大，资源多的领袖太好计算了，所以只能欺负那些资源少的卡组，蹭着蹭着就被你斩了。但是就目前环境而言又没有什么资源少的领袖，反倒是布鲁克你自己就是那个资源少的领袖，这也是我思考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那么多资源，你要怎么跟人拖到你能发领袖技能斩杀的那个时候呢？虽然7路飞能帮你变成7000头去防守，但是讲道理8000头的艾斯都要天天被人蹭资源的，你个7000不赚资源的领袖能抗伊姆几轮啊？总不能真就一直靠弗兰奇去拉资源吧？再有就是你想斩杀很重要的点就是7路飞能一直在场上存活，但是你又没啥资源，很可能7路飞躺下来就要被打没了，你又没啥资源去保他，然后你就又得接着做一个路飞出来，一旦做不出来斩杀都没机会。所以我脑测下来布鲁克的缺陷还挺多挺明显的，不过补强的体系单卡倒是能在其他领袖里都有不错的发挥。刚才说的布鲁克在绿子里面，娜美也能在其他黑色草帽里面大放异彩，属于只要不在布鲁克这儿在谁那儿都行了。下一个给到红蓝露西这点其实我纠结了很久如果他要萨博我可能就不想了，直接满分领袖了，但是估计也是为了限制强度所以没叫萨博，结果就弄得让我感觉高成低不就的。先说领袖技能，一效果攻击时对方攻击时可以丢弃我方手牌中任意数量的事件或者舞台卡牌，本次战斗中每丢弃1张卡牌，此领袖的力量加1000。二效果启动主要每回1次，本回合中我方发动过原本费用为3或更高的事件卡牌的场合抽取1张卡牌。一效果就是咱们的红艾斯退标了是吧，直接把技能复制到萨博身上，能让这个领袖特别多的兼容事件。二效果就是和一技能相辅相成的了，因为能特别多的兼容事件，然后再用这些事件打出资源差，是露西主要赚资源的手段，再加上又给他出了很多优质的可用事件，按理说这个领袖应该是个很厉害的领袖那为什么我给了他个这么低的排名呢？咱们一点点分析首先是排除掉这次的补强，3费以上厉害的事件其实也就夜火拳重力刀，然后夜火拳还对标了，群解靠重力刀，单解就只能靠城市全骨了。再有就是山治的牛肉踢也可以用来赚资源，虽然也还不错，但是要求你控制手牌数量这点就稍显一般，不够灵活。所以其实真正厉害的除了重力刀也就必须要着重依靠新卡了。好在这次倒是没少出新的岛和事件，岛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登场不亏牌，还额外给了个艾斯的领袖技能，但是事件吧确实有点一言难尽。首先自然是先关注费用最高的事件对吧，这个把艾斯的炎帝给拆成了2个这件事儿，就是先蓝色的把资源赚出来，然后用红色的把资源打出去是吧？说实话就是因为这样一拆，让我觉得萨博这下是怎么都差点意思了，就你一个4标卡了，结果出了个4+4等于1的效果，跟你能乐意吗？我预测之后应该还是红色的使用频率会高一些，大不了就当7费减8000用吧。然后这个小迷弟的事件也就是来接替的新炒饭，也就基本确定了官方的设计就是希望萨博是走德岛轴的调性，再加上头也是给了德岛轴的词条，连咱新出的7费萨博也是锁德岛词条的，可以说是真就一点不想让你用革命军的卡呀。但是也就是因为德岛出的这些卡，才让我最终决定给萨博打了个中等偏下的分数，那就是德岛的单卡质量实在是太低了。最大的2张就是之前出的7费的居鲁士，以及这次新出的7费萨博。讲道理在这个都快常驻9000头的环境里了，萨博的生物质量真的是有些过于的朴实无华了，可能真是我艾斯玩多了，把我的口味养刁了以前真是觉得9000的怪好厉害打头7卖要3手，现在就是才9000跟我的12000阻挡说去吧。所以我觉得露西单靠目前的本家单卡质量，可能还真就很难撼动艾斯伊姆所处的位置，尤其是15一出夜火拳也退标了，更没有啥好的限制石胡子的办法了，所以新人烧烧果实可能还是打不过上人烧烧果实。打伊姆的话可能会有小伙伴说，这不是有张新卡能把伊姆岛弹了吗？
有没有可能一木用一费岛跟你打呢？就还是我在说的问题，得岛轴没有生物质量，再加上单卡都偏向于结场，反而打一木可能没什么用。一木就当压力没那么大的内战嘛，估计可能两波五老星都扛不住。因此我目前琢磨的露西的出路可能还是需要投靠石胡子之力，通过前面的高频过牌，然后石胡子连拍压死对面。那人家艾斯永远比你先出胡子，甚至后手快你2个回合，你咋玩嘛？如果单说15环境里的这6个头，那我可能给露西还不错的排名，但是如果放眼到全环境，我觉得还是需要再研究研究。接下来是咱们的正数第3了啊，紫艾尼路 OP05 紫路飞黄艾尼路，过了10弹啊，俩人互换了，还是你们会设计啊。紫艾尼路又是一个的特殊规则头，一效果规则上我方东卡组为6张，二效果启动主要每回一次，我方为第2个之后的回合的场合，从东卡组追加最多1张活跃状态的东，并且追加最多4张休息状态的东，之后赋予我方1张角色最多4张休息状态的东。一效果能让这套牌变得非常便宜啊，因为别人得收10个金东，安妮路只用6个。那如果你要说之前已经收好了富裕的4个金东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像家里如果有了闲置的手机，我的建议是送给我。一效果其实也是为了二效果服务，从第3个回合开始，安妮路就会一直进行6费回合了，之后就每个回合都是循环的，下个6打2角6，下个6打2角6，非常固定的循环。因为安妮路的体系在线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一费下级虽然都不是检索，但是都是登场抽1，甚至这堆0费事件也是基本上都是抽1，因此你的13或者24这2个回合都是把手里这堆1费拍出去，疯狂的绿抽，甚至如果没有找到2种6费的安妮路，把0费事件开了都行，反正就是必须保证自己的第1个6费回合必须把安妮路拍出来，这样你才有玩这个头的意义。这里最好肯定还是先上 SEC 的安妮路，毕竟这是这道牌唯一的检索，可以帮助找不同对局的应对件，或者补充下个安妮路都是不错的选择，帮助保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正常情况下，当对方到达10费回合的时候，安妮路场上已经有3个1万的角色压场了，可以说是目前节奏起的最快的领袖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它排在第1的位置呢？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哈。首先，生物质量和进攻节奏确实够，但是问题还是出在资源问题。虽然很多的抽1，但是也都不增加资源，包括自己的检索安妮路，为了平衡强度也是拿1丢1，阻挡安妮路也是每轮都要多消耗1张手牌，所以资源是注定减少的。然后就是因为本身只有6个东，你的操作行为也是非常容易推测的，就这么多东就只能干这么多事儿，尤其是斩杀轮填满了也比别人小。我跟小伙伴拿艾斯跟安妮路测试过，安妮路在面对这种资源很多怪很大的领袖时，前面可能很快就会把艾斯打到空血，但是就是压不死，等到艾斯场面也起来了，资源是完全跟不上的。伊姆也是同理，到10费那一刻就感觉伊姆已经赢了，毕竟没有乌索巴，用自己的事件过情能力还是有限。当然这也是还没系统性的测试，只是初期筹备，一切以实际发售情况为准哈。目前的总结就是节奏很紧凑，压力给的也很足，但是资源和斩杀还是偏弱，后期大概率被翻盘。跟露西一样的，如果是 OP15 这几个头那很厉害，前几的厉害，但是如果是全环境就需要适当性降低了。再有就是安妮路的这种进攻节奏会特别的被黄色克制，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安妮路是靠进攻质量而不是进攻频率去压制的，面对不会加血的领袖自然是实打实的需要交资源去跑血，但是面对黄色的加血领袖时就会是你爱打多大打多大，反正我吃了下回合再拿一血。那安妮路被这种情况一直拖着，很自然而然的就会丧失节奏优势了，尤其是像黄猿这种牌可以说是血克安妮路，再加上黄色有张新卡5费的瓦帕，好家伙，专杀这堆神官是吧？不愧是你啊，哈吉路。正好提到奶血领袖，这次的黄黑莫利亚居然是少数的实打实吃到了补强的领袖，实打实了给了4张补强呢，并且全是资源组件，目的回收或者抓牌的，这对于莫利亚的整体资源循环来讲都是有巨大帮助的。再加上1万攻击领袖本来就要3手，这真是完完全全打到莫利亚心坎里去了。我交3手宝跟我交3手奶是一样的，所以之后如果安妮路多了，我觉得黄黑莫利亚可能还真会变多啊，期待一手。第2名给到的是咱们的红绿克里克，我之前说 OP14 鹰眼的那堆牌为什么要给东海词条呢？啊，原来在这里等着呢。再加上这次为了补克里克也是出了很多绿色的，又是东海又是斩的新卡，再加上克里克也是斩头，因此之后东海鹰眼保不齐真能玩了啊！这里大胆预测一下子 ，OP15 之后鹰眼又会多起来。说回克里克领袖技能一效果，东乘1，对方回合中我方场上仅存在拥有东海特征的角色的场合，对
对方所有的角色力量减2000。二效果，启动主要每回一次，将对方最多一张赋予2张或更多东的角色转为休息状态。先简单说一下克里克体系中的那些卡，就是不断的把对面的东贴到对面的角色上，有的只能贴休息的，有的能贴活跃东，然后配合自己的领袖技能或者其他单卡打出不一样的 combo， 是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体系哈。一效果就是强制锁头，让克里克用不了佩罗纳等检索，然后就是减2000的光环效果，确实是过于强力了。就我脑测下来，会是个非常克制现在环境中的伊姆或者女帝，因为这2个都是5、6千角色的领袖，基本上都得贴2个东或以上才能要到资源的情况，大概率都会是不如不打，就会要资源要的特别的慢，然后这堆资源攒下来，也会让即便到了后期想斩杀克里克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冲着一效果，我就还挺看好之后克里克在环境中的表现的。这有可能有小伙伴会说了，伊姆后期有成胜，那算5000打5000也能一直要资源，就也还好吧。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东海词条里有这张7费的香克斯，就算克里克先手，等伊姆开始变，场上也已经占俩了。然后第二个可以用超越5把给横下来，全场减4000，你确定真的不好打吗？再加上前期用4费阿龙、7费克洛，或者你再激进点用盲人兄弟，把伊姆的活动一吞，10费钱就能给伊姆抢空血了。然后用第二个领袖技能加香克斯把强一过，阿龙加王者系把东一横，伊姆都没有后期就结束了。主要还是这张阿龙太强了，克里克前期能不能有压制，基本上就全看他了。女帝也同理，甚至女帝的防守能力可能还不如伊姆，血里跳不跳人也都不影响，毕竟你跳的就是个3000人，手牌也就是个6000人，还至少贴东才能要到手。真是7枪站住了，更是出了9女帝啥也打不进去了。二效果还能稳定把你阻挡横了，让你想撕我血都没机会。所以说如果能针对到现在几巨头中的2个，那克里克就必定是个能有所发挥的领袖了，值得尝试。但是天敌我觉得就应该还是艾斯鹰眼这种以傻大著称的领袖了。首先就是红绿就是个资源很少的颜色，如果不能用领袖技能节省下资源，那就注定要被蓝色拉扯。然后就是生物质量过高，就会让你的8费克里克失去了这种该有的压制效果，毕竟占个12000你咋解嘛？你费劲巴拉贴5个东找对面要2手，然后人家打你2轮你就要死了。克里克就是继承了红绿配色一贯的简单直接的特点，优势对局很明确，劣势对局也很明确。按当下的环境来说，我觉得大概率会因为克里克的加入对环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伊卡尔会用它去抓女帝伊姆，然后艾斯鹰眼去抓他，然后女帝伊姆再躲起来，属于环境初期我还挺推荐大家尝试的领袖的。最后排第1名我给到的是咱们的光速升级解放路飞啊，真是没想到这才隔了几个月同色同名就出来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不过这俩路飞我觉得还是各有特色，都有说法，还是看自己喜欢什么。今天咱们就聊15的路飞。我方拥有空岛特征且原本的力量为6000或更高的角色，因对方而将要离开场上的场合，可以改为将我方生命区最上方的一张卡牌加入手牌，使该角色不离场。首先是皇子卡拉松真是气坏了，凭啥路飞的抗性这么强啊？我就只能放 KO。就是路飞的这个抗性确实太厉害了，因为被对方踢死也算，而且还没有1回1次，就明摆着告诉对方，除非你给我减攻减到我完全不想保，否则你就踏实踢我脸吧。真是目前为止抗性最强的领袖了。然后就是这个路飞是草帽加空岛双词条，这就什么意思？我写就是多，但凡你觉得耗不过我的领袖，你就直接靠边站就行了。先说以前出的，最近的 EB04 新出的老旧黄猿， EB03 出的锁草帽头的7费罗宾， EB02 出的锁空岛的10费艾尼路，光这几个我就已经开始头疼了。 OP15 又新出了一个4费索隆，就是又是朴实无华的奶浴血，身不好的见到路飞就得先去个厕所再回来。最过分的我觉得是这个新出的1费事件黄金回旋弹，裁定是你空血了也能加血，这就很厉害了，并且它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就是1费开效果奶浴血，空血回合1费用事件奶浴血，然后5费上黄猿再奶浴血，4费上索隆再奶浴血，喵喵喵。就我现在非常觉得这个路飞在打除了詹蓝的领袖以外，真是一滴血也不保。反正你打我就吃，然后再奶回来，我手牌调度的还更快，资源循环也更高，就边奶边战边模拟，等你资源差不多了，用狱卒的过残事件给你秒了。我真觉得这个头还挺无赖的，除了有茫茫多的血，还有7费罗宾这种的超扑，有5费路飞这种的强攻，老的空岛体系里面也可以用这张5费的大战士拉资源。除了不能解场，感觉这个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头了，前中后期都有战斗力，资源和场面也都可以说打得非常的富裕。主要还是领袖词条给的太好了，又是草帽又是空岛，最强大的2个词条给了同一个头，你说他能不厉害吗？然后就因为这次的补强给到了空岛和草帽
冒，所以有2个特别的老领袖也都算是喝到了汤。一个就是比较好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大战士卡尔加拉，基本上只要是山迪亚或者空岛词条的他都能用得上，甚至还有像3费的大战士这样的专门补强，扔1找2这样的完美检索，谁不想拥有呢？然后就是黄黑鲁菲，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因为这次黄色和黑色其实都在加强草帽，然后很多厉害的单卡又都是锁的草帽词条，比如黑色的巴菲娜美、7费的黄色罗宾，甚至咱们的这个5费路飞、1费事件，咱们的黄黑路飞都能算是跟上喝口汤的。甚至我觉得娜美拉 EB03 的7费罗宾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觉得之后的黄黑路飞就不走变身流了，就走这种奶血拉资源的流派，我觉得不失为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啊，回头研究研究。行，以上就是我对于 OP15 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我觉得有很多不错的体系设计，也有一些我觉得目前看来说可能还是差点意思的，不过具体的还是得看正式发售之后的一个反馈。我现在也只是提供下我的思路和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香味，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